境，一旦进入这法器，便无法逃离。看在我做了人20年的孩子，回瑶光山沉幽7年，我请求您放过我父亲，所有罪责我一人承担。金凤才，不要过来！金凤才！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情况，最后只会灵脉皴裂爆皮，根本就不会有离合花瓣慢慢凋落的时间。我有件更重要的事儿，需要跟你确认。你什么时候把黄粱梦给我的？你不是亲眼见到我将黄粱梦毁了吗？我还怎么可能给你啊？我解开了博士一心的禁制，黄粱梦是唯一能解离恨天的办法，就是你给我的。我都说了，我没有。张伟山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明线，你说那是你最后一次问我。今日，我也是最后一次问你，你若不答，我就不问了。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你来张伟山还带葱油饼，很奇怪吗？我本就是来找你的。多谢。到现在我才发觉，你对于我来说，远比我想的还要重要。一口都不能浪费啊！快，都吃了。你看，我就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看着我。我给你黄粱梦，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让你活下去。我不想你愧疚，更不想让你报答我。你应该更了解我一些。我那么骄傲，我怎么可能因为愧疚习惯一个人？好好好，你骄傲，你最厉害。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界博彩。明线，你们两个擅闯瑶光宫，绑架本太子，怎么？你要彻底背叛瑶光山，投靠齐星渊吗？找什么呢？哦，在找逐水神君送你的这个。你们要干什么？别怕呀，一会儿就好了。哎，
这勾魂摄魄可终于用在你身上了，准备好了吗？说吧，逐水神君给你灵力，甚至把罗盘都给你，究竟想让你做什么？明仙，你以为有了注视镜，你就又能当瑶光太子吗？休想！我不能再让你压我一头了。明仙，太子之位只能我来当。原来他心底里最恐惧的是明宪大人啊！我这个弟弟啊，不争气，见笑了。这是明宪的面具啊！对呀，是仙子，就是。哎，他是不是？为何他是明宪的面具？是明宪？不知道，这明宪到底是明宪吗？是明宪吗？他就是他，这是个仙子啊！对呀，是仙子。明宪。真是明宪，这不是他是明宪，这是明宪，对呀，对呀，明宪怎么会是女儿身呢？就是啊，醉仙明宪，你叛逃瑶光山，还有脸面来阻止受封大典？不过正好，今日我就要在众人面前揭穿你的真身。父君，铁证如山。纵使君后不肯松口，但真相已摆在面前。当年君后竟说用一名女婴来冒充太子。啊！竟有这种事！真是这也太大胆了吧！此事是真是假？这太大胆了吧！怎么能有这种事呢？我手里这个注视镜记载着明星勾结外境的所作所为。他从木西柏那儿拿了离恨天，在青云大会前给我下了毒，致使瑶光山落败。你们要的离恨天，多谢寒风君。有了这离恨天，明宪他就不再是瑶光山的战神了。如今，他成了逐水灵州的走狗，还妄图逐水神君能扶持他稳坐太子之位。如果放任明星引狼入室，那将来逐水神君是否会逐步分化，蚕食瑶光山，犹未可知。君上，明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君上，为了瑶光山。君上切莫听信一个不祥仙子的片面之词，而让瑶光山失了太子。更何况，这位仙子她身上流的到底是谁的血脉，还有待查证吧。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我今日来，是想给瑶光山光明正大的赢回你们真正的太子。你这是何意？程英君先前说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当年君后诞下长子，但却发现身无灵脉，于是，在神宫中找了个同日出生的孩子做了调包。而真正的小太子，在送往瑶光山边境的时候，被歹人所掳，流落至极星尘渊。他在那儿受尽折磨，身中离恨天，因此有了灵脉。灵脉是后天生出来的。哎，那此人不就是真正的太子了吗？是啊，那那个孩子是？就是呀，他来了，这不是他也来了，他也是。
君上，君上。你真的是？君后在送走那孩子前，曾用自己的血在他眉间留了印记。明义，你手怎么了？没怎么，但吸引该连还是得连。你就仗着姻缘石上名字没香，你想连就连，我答应你了吗？那又怎么样？谁让我聪明呢？大聪明。这位仙君已经打败了725名仙君，未有敌手。还有没有敢挑战的？还有吗？若没有人能打赢他，彩头就是这位仙君的了。在哪儿练的？黑灵芝，我就拿走了。请。如主上和明义仙子所料，黑灵芝不见了。有人来袭，明义被带走，应该是明信。主上，你不去吗？他能应付，我信他。明线，你那只猫要复生，就需要黑灵芝，用它来当诱饵，你就会乖乖咬钩。现在，你有本事拿走它吗？哎呀，当年你最心歪门邪道，绘制了不少法器的图样，被君后发现收走了。如今一瞧，还真是好运，用来对付你，再适合不过了。明显，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想误导我觉得这一切是我母亲做的，就凭你这些伎俩能有效？君后当然不会害你了。你可是君后最好用的棋子啊！当年是用了什么邪术，才把你变成男神的？连相貌都和之前不一样。我恨了这么多年的瑶光太子，居然是一名女子，真令人作呕。可惜你不知道，就连我给你下的离恨天，也是我偷偷放在了青云大会之前，君后亲手给你做的葱油饼里。你真的是疯了！怎么敢混进极星渊的队伍里？
和敌人一起出现在品茶会的。等我把你带给那位，楚水灵州的灵力，楚水神君传给你的，难怪刚刚品茶会灵力大增。要待会见谁？楚水神君吗？原来你都是装的。明义，你现在不够清醒。好些了吗？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黄粱梦，是不是？原来你一直在骗我。我害怕面对你，更害怕面对我自己。你根本不知道我真正想藏起来的心窝是什么。明义，你看着我，你是因为中了勾魂摄魄术才会变成这样的。你忍一忍就好了，很快就过去了。明义，你对我可曾有过半分真心？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你说什么？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当初我们过鹊桥界的时候，你可用了法术？没有，从来都没有。来人若是有情人，情桥自会相连，请上桥。此处是六境有情者成婚之所，有神明庇佑，六境皆不可干涉。有情人入有情界，七重天的冤鸟会衔乎而来，你们便可刻名，厮守一生。我们没有情谊，冤鸟不会来了，直接刻名吧。这就奇怪了，若你们无情，绝不可能通过鹊桥界。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我心里就是有你，我心里就是有你。季伯才，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在意你。明义，你看清楚，在你眼前的是我，也只能是我。
此刻是真心的。你瞧清楚了，这件法器冠绝6境，是我此生最得意的手笔，你少胡说八道了。骗子！秋菜，你要不要脸啊？哼。明义，你我之间真的还隔着明线吗？就算不隔着明线，也隔了太多乱七八糟的。哎，干什么？你想气死老子呀？这是毒血，我来。这行了，怎么样了？真是牡丹花下死，走鬼也风流啊！没眼看，没眼看呢。
我没事。你这伤没好呢。你不会没看够吧？带我回乌龟海疗伤。你看我干什么？要送你送，我可不送啊！又哪疼啊？这是做什么呢？检查伤口。啊。谋害亲夫啊你！贤君，你说话注意点啊！我们之间最开始就是假的，到现在更不是这种关系了。那你去医院时尚瞧一瞧，看一看，那里是不是还有你跟我的名字？可那是假名字啊。是啊，但那可是我付了真代价刻上去的。我既然知道了黄粱梦的药方，就算大家都说低估木星已绝迹6境，但我也不会坐以待毙，还是要去找的。黄粱梦被我当着你的面毁掉了，你就不恨我吗？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怎么做都是应该的。是啊，所以我已经很妥善的处置了。你刚刚不好受吧？方才都没能进祖宅见婆仙子最后一面，婆仙子那番话……师父，对不起，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选择将衣经给你，定有他的缘由。至于他到底瞒了我什么，我也自会查清。怎么伤口又疼了？怎……我饿了，陪我去吃饭吧。金波仔，你是什么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吗？吃饭都有人陪？我可是因为你受的伤。你慢点，那你好歹换件干净衣服啊！换。行了，这儿没人。你来干什么？我要去品茶会，找到明星给我下毒的证据。若是等我父君给他办过正式的太子收封大典之后，一切都来不及了。在寿华判宫，你暴露的风险太大，我不慎懂诛气，都能发觉涅槃与于禁相似之处。那我有病啊！我给谁都造一把跟于禁相似的法器。我诛气的本事，你也就见识了1、2。我造的那些东西远超你们想象。
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有人发现我是谁的。好啊，那你既然敢来寿华盼宫，你的灵脉可好了？有劳季仙君挂心了。许是神明垂佑。哦，也是多亏了司徒仙君给我炼的灵药，否则我也不成了。司徒仙君？嗯。司徒岭？啊，司徒岭啊，还有我师傅也给我渡了大半灵力。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解了毒，还是暂时恢复。总之不反噬了，性命暂时没有问题。他怎么救的你呢？用心头血，用他的寿元换了我的。这件事实在是我欠他的。怎么了？很好。是，我也欠季仙君您的。虽然黄粱梦药方始终没派上用场，但若非季仙君相助，我早就死在那寻药方的路上了。多谢季仙君，我先回去了。哼。主上真的把黄粱梦给了明义？你是在跟我拍桌子吗？拍桌子重要吗？重要的是黄粱梦给了他，你怎么办？嘿，你就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你难道忘了你的离恨天根本就没有根治吗？当年因为缺乏药引，薄仙子只能用博士秘法，结合黄粱梦的其他药材，压制了主上体内的离恨天，但随时也会有复发的风险。后来，薄仙子炼成了完整的黄粱梦，留给了你。现在你却将它给了明义，万一将来离恨天真的复发，你该如何应对？不休，我心里有数。是吗？那为何我感应到你用灵力幻化的灵系境也封闭了？主上不会是用大量的灵力直接炼化了黄粱梦吧？将黄粱梦种于人身需消耗大量的灵力，且种的过程也如脱了层皮一般。现在主上为了让明义能直接服下黄粱梦，所以主上真的这么做了。醒了，终于醒了。孟阳秋说穆七白的错事，让我中了引药吉利之后，穆七白应该很快就会带人过来，将豢养妖兽的罪名栽在我的头上。我现在没事，是因为你
不修先去了龙礼台，他拖延了时间，我就去了。我们是盟友，我肯定是要保全仙君的。昨日在寿华盘宫上，所有人都说我豢养妖兽，你就没有半点怀疑我会将妖元占为己有，而非将其炼化？啊？看来你还真没这么想过。先前你也相信我没有对明仙施过阴招？我信你。你进入我的灵犀井了。是。你都知道了。是，我知道仙君把黄粱梦藏在灵犀井里了。黄粱梦，六景都梦寐以求，你明明有机会得到的，我还是明仙最大的对手，你完全有机会将我除掉，一劳永逸。也许是你的萤火。昨日我虽伤重，但我却能感知到用的是极行渊的灵力，是一化法宝。你完全有能力隐藏，为何之前不用的？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谎，之前骗你，骗得太累了，所以不想骗了。那你以后还会骗我吗？你对我是真心的吗？主上，寒风君和司徒仙君来了。穆奇白也的确该来了。你身上有妖力，怎么见他们？我去应付。寒风君是想在我的无归海杀人灭口吗？是呀。杀人灭口，波仔老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季波仔，他脸上有妖纹，这是妖化了。若主上真的豢养妖兽，被妖兽侵蚀，他早该失了心智，为妖兽所蛊惑。可他如今神智清醒，就站在诸位面前，诸位还有何话可说？不就是再演一次引妖击灵吗？我亲自来。季仙君都敢用手触碰引妖击离，看着不像是养妖兽啊。司徒令这小子敢耍我，这枚引妖击离什么都验不出来。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不足挂齿，但足以挂脸。怎么会？殿下，韩风君怎么也有妖纹？他怎么有妖纹？对啊，怎么会啊？他怎么没有了？他养妖兽了？哎呀，说不好，是。我把之前这引妖棘离注入在我身体里的妖气又放了回去，相信韩风君对这个办法不陌生吧？只不过先前韩风君注入的妖气重了些，所以我一时半刻才没有恢复原来的模样。他不能是这种人吧？大家都看到了，我家夫君根本就没有豢养妖兽，有问题的始终是这枚引妖棘离。孟阳秋被韩风君诓骗，实则是韩风君在这引妖棘离上动了手脚，想要通过孟阳秋栽赃于我。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若大家不信，不如我和韩风君一起去司判堂查个明白。对呀，对，你要去查一下，他这不是真相大白了？是，还去查一下，后期理论就是。怎么，韩风君不敢吗？那就请韩风君和季仙君随我回一趟司判堂，我一定会查清真相。验出到底是谁身上有妖气。司判堂秉公执法，韩风君是想违抗，众仙君可看着呢。是我不小心害了季仙君，请司判明察，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殿下他什么都不知道。是你想害季伯载？自季伯载被封仙君后，极心院乱事频发。故我想用引妖棘离验一验，可那枚引妖棘离是最先虚明的遗物，恐怕那时就已被虚明动了手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疏忽，与韩风君无关，请司判责罚我。你不知道被虚明动了手脚，却知道不能用手触碰，哼！一切都是在下的过错，请司判明察。哼，韩风君啊！我看你应该去养狗啊，否则真是大材小用了。岂敢！实乃我的失责，竟养了这些置我于不义的狗东西。是我管教无方，害得季老弟你又伤身又伤神的。既然此人已经认罪，还是劳烦司判一定要秉公严查。当然。哎，还有孟阳秋啊！当时可是他给季老弟下的引妖棘离啊！带他下去。此件事既然已经水落石出了，那我们就不打扰。哎呀，果然季仙君是无辜的，抱歉，季仙君，之前是我等误会了你。是我等误会了季仙君。还请韩风君一定要找到豢养妖兽的人，将他碎尸万段。一定。到那日，本君一定请你二位前来观礼。好啊，宣婆婆在。送客。走吧。这帮人终于走了。
你刚刚是怎么突然想到把带有妖气的隐妖棘离反种到穆奇柏身上？司徒岭的计划，无非是用处理过的隐妖棘离解眼下之困，但对于想栽赃陷害我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有新的招数，所以不如把这水搅浑，他们也就拿我没办法了。嗯。你怎么了？估计移花法反噬了。移花法逆转灵脉确实凶险，我给你看看。不用，穆奇柏刚刚输了一局，估计还会想办法再找回来。仙君赶紧去炼化妖元吧，我先回去了。我睡一觉就好，你炼化妖元也要注意。大人醒了，来，这是我跟荀婆婆一起给你煎的药。我们是怎么出来的？多亏了大人冲破出口，费了好大劲才出来的。吉星院的将军死在了我们的婚宴上，司叛堂的人总该来过问了吧？是，多亏了大人，章台才得救了。他完全恢复之后，就跟着司徒仙君去了司叛堂，控诉勋名一直在四处各地掳掠仙子，摄入元神。后来韩风君到场，说是勋名在他面前畏罪自戕，司叛堂秉公褫夺了勋名的将军身份，彻底定为罪囚。终归还是死在了穆奇柏手里。你早就知道了，我是在为谁报仇，是不是？是，你当初让若水当众咬出自己的生父后诏，不就也没打算把自己藏到最后吗？我在你身边那么久，又不是傻的。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恐怕穆奇柏早就知道了，你想要审判那些害了薄仙子的人。我又不是司叛堂的人，谈何审判？你本可以痛快把他们都杀了，但是你却费尽心思搜罗那些铁证，一定要把他们定成罪囚不可。不就是心里觉得他们根本不配清白去死吗？所以是你提醒了章台，到了司叛堂后，该如何控诉勋名？是，他们残害无辜，把那些寻常仙君掳去尘渊，受尽苦楚，本就该罚。这说到底，他们才是真正的罪囚。话说，幻境坍塌的时候，你明明可以撇下我走的，为何又回来救我？谁知道呢？你笑什么？我救你难道还需要理由吗？我本就良善，你又不是不知道。就连明仙那把破扇子，我还想好好保存还给他呢。他怎么说也算是我的死敌吧。当初与明线对上，是大人与天机公主对赌，非赢不可。
那照大人这么说，你磊落良善，那当初就没想动点手脚，例如给明仙下毒？你就是这么想我的？我为何要给他下毒？要赢，我正面赢他就好了。若输，死在他手里也没什么不光彩的。知道了。大人是磊落之人，我猜，即便是明宪，也会很高兴有大人这样的对手。那些有幸与大人交手的人，想必也是他们此生最酣畅淋漓的一仗。因为大人不是对手，是小人，是知己。大人不相信任何人吧？凡经外人之手的东西，大人都不会入口。如今，既然有人愿意相信你，不知大人可否多信我们一点？我信你。司徒仙君，改日再来吧。季仙君和明义仙子已经就寝了。有人来了。新婚之夜，难道要让夜探乌龟海的人瞧见我们正在密谋正事？大人一个浪荡子，洞房花烛夜不专注灵修，难道想着下一个拿谁祭天啊？大人离开花月夜那么久，会不会忘了怎么演戏啊？你猜到了？猜到什么？猜到大人根本不是风流之人，还是大人根本就不……明义，总得让来的人看得更清楚些吧。你耍我？你定力这么差，怎么演啊？你真咬啊你！咬坏了你负责。这哪还有人？
没走。根本就没有人。谁说没有人？你不是演得很投入吗？继续啊！大人第一次把我带回乌龟海的时候，就是像这样耍我的吧？第一夜那场火，也是大人动的手脚吧？还有，如果第二天早上我不拒绝大人，是不是就……是啊，当时我就在想，随便编个什么，妆容过重，衣品太差，或者说气味太香了。明仪，如果我说我对你来人若是有情人，秦桥自会相连，请上桥。他们真的通过了蒙元坛的结界？怎么会？禁止外人擅入友情界，退下。少群，叔父应该清楚，这道结界，除非是有情人，否则进不去的。他们应该已经过了鹊桥界，进入蒙渊潭深处。
如果我不是名医，后果会怎么样？有形界只能接纳真情，若有作假，会受天罚。轻则元神破碎，重则灰飞烟灭。你不要命了？你阻止我，是怕我知道真相后，想要杀了你吗？不管你是谁，都如你所愿了。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证明不了你的身份，我亦有麻烦。没有人能阻碍我想做的事，你也一样。错了，错了！果然，咱们吉星渊的婚事呢，按制，有情人先寻找吉日和福地，然后向星辉许愿，长相厮守。若是辉灵洒下星雨呢，那便是再幸运不过的了。接着呢，在鸳鸟的见证下，在姻缘石上刻上姓名。为我停留，还怪有人碎心的。装进你的胸膛，就算这缭乱的人间，只有我的微光为你璀璨而点亮。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荒，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就算这一生如流星，为谁短暂，仿佛也做你的光。哎呀，这是吉星渊星辉之里的辉灵，有情之人向漫天洒落的辉灵许愿，便可以长相厮守。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答，要多久？
而你对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咒。我喝下了我的痛，是换你的自由。爱一旦拥有，宁愿与罪放手。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我想问天空，染这一身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命运从来没有错，海洋也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我喝下了我的痛，去换你。他都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还不放弃，累了，算了，让他磕吧。七不在，七不在，七不在。恭喜二位，缔结良缘，结定心印，共通神识。走，我们先出去。自出深渊后，我第一次想要去相信一个人。多可笑啊！从始至终，你都是在骗人。直到今日，我绝不可能再留下你了。你如愿以偿了？你很得意是不是？你看着我，每天被你骗得团团转，你很开心是不是？不是，在你眼中，我到底有多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记不在我。够了！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这场仪式我不给你了，我不欠你的。记不在，其实我只是。明义，如果我觉得痛，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穆奇白喜种花木，但在他的院中只有那一棵树有长成之势，倒像是吸干了别的树，供养给自己。我在后照记忆中看到的，应该是那棵树。
想必是从庭院延伸到了地下的密室。它的根底看起来更像是个魔体。若是它能吸干别的树，或许也能吸食生灵元神。我在书中看过一种来自莽福灵长的古老秘术，可以把元神从人身上剥离，寄养到参天巨木上，成为石灵树。这树周围都是血腥气，石灵树可以保元神存活，直至有人使用它们。这难道就是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特殊法门？妖兽最好的滋养就是生灵元神。100年前妖兽祸乱，所经之处人尽视之，就连豢养他们的灵脉女仙都被他们吞噬了。这穆七百若是把这些妖兽集结成军，后果不堪设想。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赶紧上报极星神君吧。神君已被穆七百控制，常年昏睡不起，与傀儡无异。那告知其余武将。这些上位者不过是一丘之貉，若让他们知道有妖兽军的存在，恐怕只想占为己有，利用此力量主宰六境。并非所有上位者都受权柄奴役，总有人会为了六境其他生灵考虑的。我们应该尽量联合起所有人。联合？怎么可能？但是我们的力量势单力孤，那些妖兽军太厉害了，以我们的力量一旦无法阻止穆七百，六境会遭遇什么？你说夏境供养7年，在瑶光宫那样的地方安稳长大，自然会相信六境中还有正义之士。若是你在尘渊活过1日，便会明白什么才是人性的贪婪和恶念。若是妖兽军公开，轮不到穆七百作乱，六境都会为了此力量陷入混乱，你们瑶光山也不例外。你没有因为出身沾沾自喜，已是难能可贵了。原来出身上级，这样就是难能可贵了。天机已写下手书，即日起集训结束，不用再驻寿华潘宫了。你们先回去吧，别再让这只丛兽在我这儿有个什么3长2短的。我们出发吧。季仙君，你跟季伯仔已经成功结下心印了，你赶紧把他送出门，我们好去灵溪井啊！怎么，你不放心我独自前往寻找妖兽军？那你可以同我一起。我不放心什么？我相信季仙君跟我一样，不会被这危险的战力所诱惑的。青夜风寒，季仙君此行危险，切以自身为重。你也会让他独自去寻找妖兽吗？我的意思是，妖兽军这样的力量，
不是谁都想占为己有吗？眼下除了我自己，我只信任季贤君。唉，送走一个，家里还有一个。哎呀，荀婆婆，是季大人让你盯着我的吧？你吃点猪心膏，我呢，我就在这里坐着，我哪儿都不去。你盯着我，你尝尝嘛。才不会吃。你与明宪到底什么关系？主上能放过你，想来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老山还想再问一句：我和明宪有婚约。婚约？你和明宪？嗯，你是瑶光山的探子？嗯，不对不对，那主上一定不会放过你。他能留下你，说明你不会害他。嗯，那你怎么会在吉星渊？你还在花月夜？我……难道明宪老贼与我那日日要打我的老汉一般下作，害你去花月夜补贴家用？确实是算他害的。一代战神，竟如此下作！我跟你说啊，主上不会真的介意这些的。他当初能救我，如今也是愿意救你的。可你确实不该瞒他。那确实有点过分啊。我跟你说，荀婆婆啊，荀婆婆。明烨，我曾在书中见过陈元描述，恰如此景。季伯仔打造的灵犀井与陈元这般相像，他已不是追求之身，却还是被困在这里。黄粱梦就在这儿。黄粱梦。
血印，七伯仔与我结了心印，这是他为了防我，重新加的一道封印。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是为了要人们这样做夫妻，同甘共苦。在彼此最痛苦的时候，看你所感，趁你所见。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ve chased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an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ll never rebel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缘此生渺。 As you fade away. 爱让自己。你看它下铺满了夜空，那是石头记得。哦，你的黑夜冰冷没有暖阳，至少我已装进你的胸膛。 的人间，只有我的微光为你璀璨而点亮。可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光，我愿撕碎我世界。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我利用它，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揭 a 开了自己 smile 的仇 until 恨。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然 your 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它了。我以为只要我将它送走，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根本就没有管他的死活。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七伯子，穆七白，他用来滋养妖兽君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多的是老弱妇孺，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他们都没有机会，他们也都是无辜的。却被硬生生的扣上了醉酒烙印，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君的饲料。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可他们都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是我累了他们。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这不是你的错。黄粱梦，我找到了，但他下了道血印，我拿不到。血印，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那咱们……明夜，你怎么哭了？而且，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我应该很开心。我应该想哇，幸好他在这里。但其实，不说这些了。而且，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要消灭妖兽君，对付穆七百，对吗？嗯。那你怎么办？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先把你的毒解了，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不是吗？而且，如果是你的话，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你选哪个？明夜，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什么老不死的好人？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等你牙都掉光了，小鱼干都吃不了了。就问你，跟不跟？想清楚啦？啊，这就答应我了啊！
不出10日，妖兽军将成。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人都以为司叛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无人涉足。穆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但因药方缺失，只炼出了离恨天。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这瘴气萦绕，除了适合炼药，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将孤儿寡母、老弱残障抓入陈渊，死了就是死了，无人替他们伸冤。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用起来最为趁手。明义，你说过，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进行炼化。告诉我，这化药之术该如何施为？要行此术，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以自身做化药鼎。这事交给我，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不能有差错。我既答应过仙君，我自愿做这化药鼎。你都说了，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才有可能成功。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你灵力有限，即便你身有灵脉，也不可能成功。就是因为这样，更应该我去做这化药鼎，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只要仙君一出事，穆七白肯定会有所动作。若是你也折损了，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只是做化药鼎，怎么可能折损于我？可是你……就这么定了。以身做化药鼎，一共3个步骤，越往后越凶险。第一步，修炼灵力，固化自身丹元。第2步，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第3步，以自身为鼎，与妖元共生，将之炼化。此时为第1阶段，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身体虚弱，切记绝不可出乌龟海。这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但对我只字未提。说信不过，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哎，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他得先通过第1关。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眼下先做这些吧。还是先不打扰他休息吧。要找我？
哦，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想到你刚刚固化了丹元，肯定有些虚乏，所以就熬了碗药。但我想想还是算了，仙君不是……不是，你这好意，我到底能不能领到啊？仙君不是说不吃外面东西吗？还在说这个？如果是换做别人，他多半会怀疑这仙子本是要下毒，结果忽然心软，改变了主意。现下不过是编个说法，哄骗罢了。那正好，你呀，还是别喝了。是时候开启第2步了，需用传送法阵，将丹元送抵沉渊，彻底吸空妖兽元神。但此步会暴露施术者气息，请务必以最快速度将丹元传回，否则功亏一篑。以无身作祭，引浩然正气。万千妖邪，阵风。谁说请不动本君？真没想到啊，齐柏兄对我竟是如此牵肠挂肚。天机公主，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不是早就来了吗？我不过是闭关在家修炼了几日，齐柏兄就这么想我？公主，炼化妖元本需7日，但界伯仔会拼尽全力，5日完成，不给穆七白任何篡夺圣华潘宫的机会。好了，好了，好了。以我的修为，炼化一些妖兽可用不了那么久，凭你还想阻止我？哼，不担心了？有老弟在，本君自然是不担心了。走。这5日之内，我夫君一直在闭关精进修为。众所周知，这修为在化境之上的斗者，想再往前一步，便是难于登天。这6境之内，也尚未有突破至臻化境者。季仙君一直在为之努力。至臻化境难以突破，季仙君只差1步便可成功破境。我等对季仙君真是敬仰万分。是啊，多亏了季仙君啊，你真是厉害。是啊，季仙君素来谨慎，之前一直未有进展，便叫本公主瞒着。如今闭关5日，终得突破，便立刻赶来寿华潘宫，将心得倾囊相授。故今日，本公主赴季仙君战客之位，诸位都可向她请教，季仙君必不私藏。恭喜季仙君！恭喜季仙君！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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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仙君！季仙君！快过去！季仙君，快看看我的！季仙君，我的功法多日没有精进，你快帮我看看。哎，还有我的，我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下一境界。我也看看吧，季仙君。季仙君，对呀，一直停滞不前，怎么办？先帮我。季仙君，你先帮我。大家让让，让让。虽然修为有所进益，提前炼化完妖元还是勉强的。放心，死不了。
来都来了，就帮天机撑一下。季兄，可算把你给盼回来了，你日后可得多带着我们呀。哦，对了，季兄，我这有个好宝贝，希望能给你回归的日子增添一些好彩头。哼。引妖吉离，引妖吉离，这黄杨秋，你知道不久前极星渊有妖兽出没吗？季伯仔真是那种人？殿下，这是引妖吉离。此物过于敏感，你一定要好生保管。找机会让季伯仔打开它，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它对于天机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了。季伯仔，有妖气！怎么有妖气？小心点！快让开！季伯仔，殿下放心，我在引妖吉离上注入了妖气，就算季伯仔能提前炼化，也尚未稳定。凭着妖气，便能将妖元构出。引妖吉离可以验出妖气，难道季伯仔在豢养妖兽？妖纹，难怪之前极星神宫出现了妖兽杀人，原来都是季伯仔弄的。是妖气，怎会有假？我原以为你会安然无恙，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和妖兽有关联。季伯仔，你别过来！人呢？不见了！天机，我们大家都被季伯仔给骗了，他一直在豢养妖兽。这肯定是真的呀！他一直在骗我们的，亲眼所见。真是他，真的豢养妖兽，就是他豢养妖兽。蠢货！季伯仔要是豢养妖兽，他有10000种方式可以躲着你们，何必今日来寿华潘宫？可刚才的妖气就说明，只能说明有人要栽赃季伯仔。这是。栽赃。明义，你冷静一点！你现在用心意擅闯灵犀井，就会暴露你早就知道灵犀井的位置在哪儿。季伯仔灵力那么强，他一定不会有事的。明义，我居然也能进去了，是他快死了吗？季伯仔，季伯仔，小心！胡修，你也被引妖吉离影响了，你不认识我们了吗？你冷静一点。叫龙哥，龙哥。
七不在，七不在，七不在。引妖肌力导致他体内妖元外泄，必须把它挖出来，否则化妖之术就功亏一篑了。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动用灵脉，而且，帮我一起，快点！糟糕！七波仔被种下引妖吉力的时候没有设防，这东西种得太深了，此番拔出，七波仔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鸡波仔真的练出了实体的灵犀井，将黄粱梦藏在这里面。这里应当就是入口，可入这灵犀井，除了本人，只有与他神识相通的人才能进入。所以明与他成婚，结心印，也是为了黄粱梦。太好了，姐姐不是真的喜欢他。不管怎样，我要全力帮姐姐达成目的。七波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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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这是去哪儿了？他想去龙里台拖住穆七白。你要去哪儿？你现在如果再动用灵脉，会出事的人是你。七波仔现在稳定了，我去找不休，你照顾他。主上，所有侍卫已集结完毕，我们可以去乌龟海拿人了。秦龙，那条银龙是季波仔的从兽，想给季波仔拖延时间吗？哼，自投罗网！众将士们，季波仔为了阻止我等爬封妖兽，竟催动从兽原身，守卫吉星渊在此一举，给本军除了他！列阵！主人都命在旦夕了，还妄想回天转日。这些烂人！这么强大的灵力，难道季波仔已经强到连引妖吉离都不能伤他分毫？哼！
姐姐，我来帮你。殿下，姐姐，姐姐，你灵力消耗过多，我带你去疗伤。寒风君指控季贤君豢养妖兽，你不惜与他作对，你都要帮我。姐姐护着季伯仔，不就是相信他没有豢养妖兽吗？你信他，我就信他，因为我知道姐姐绝对不会是觊觎妖兽力量的人。若有人行差踏错，姐姐也断然容不下他。姐姐，你信我，让我带你去疗伤。多谢你了，我真没事儿。我先去看看季贤君如何了，你自己小心啊。